小女冒昧前来，是为向张大人亲致谢意。哦，向张大人道谢，那就是没有我的事了。张大人留下闲聊，陈某在前面等你。昨夜之事，若无大人仗义直言，雪宁不免要受刑罚。大人因我之过，还得罪了太后娘娘，我心中实在有愧。在此多谢大人了。姑娘言重了，皆是举手之劳，分内之事，不必言谢。不是，不是分内之事，宫中险恶，机巧遍布，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还雪宁以清白，便高过这世间士为素餐之辈良多了。您当得起雪宁之谢。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往后万当小心。那是自然，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我这个人啊，怕死的要命，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就先告辞了。张大人，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围长公主殿下半途，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不知真假。我知道了，多谢。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为何还要追问？退亲？什么？我会与姚家退亲。他要退亲？他不喜欢姚希？娘娘莫急，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核查纸张的工人入殿搜身。正是如此。又弄什么玄机？回圣上，和指数对不上，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真的失涉其中，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说清楚些。方才去核对指数的工人，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害江姑娘之人，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藏匿于身。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倘若排除众人嫌疑，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张哲，原来你早有计谋，故意隐瞒哀家，愚弄哀家是吗？还请娘娘恕罪。张大人只是觉得幕后之人胆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行栽赃陷害之事，定有图谋，因怕打草惊蛇，是以不敢走漏风声。宣在殿门外一一搜身。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计，我还以为是为了姚姐姐的名节考虑呢。师傅，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似有异样，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不是
是奴婢的，不是奴婢啊！师父，这……圣上，太后娘娘，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露纸。你个小贱蹄子，说，从何处拿来这纸？回圣上，娘娘，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想来她方才只能协助，没机会碰费用的纸，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拿了这张沾过墨的，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圣上娘娘，是奴婢清晨洒扫房间时，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因知纸贵，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奴婢实在是怕极了，所以刚才才不敢说出来。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那想必是识字的，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想必是刑部的公文。这上面写的是《诗经》里的蒹葭，你会读吗？蒹葭。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瞪我作甚！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放肆！什么主子奴才的？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圣上，此事事关臣女清白，更关乎逆党一案，关乎朝廷社稷，请圣上明察秋毫，审出幕后之人，为臣女主持公道。你先起来吧。是。不错，你既不识字，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说，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奴婢背后无人指使，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又眼见她3番4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牺牲不忿，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一事，便鬼迷心窍，生出了这陷害。胡说八道！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王心义，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打到他说实话为止。不要！罢了。母后有何不妥？这个时辰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娘六宫如何安歇？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顺藤摸瓜便是。你身体还抱恙，急什么？是儿臣疏忽，忘了母后病恙方好，宜当静养。这样吧，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审问清楚，可好？好了，折腾了一夜，这天都快亮了，哀家也乏了，都回吧，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圣上，娘娘，不要！宁儿，有这么好笑吗？先生，您怎么来了？我若是你，才遭人陷害，捡回一条命，万万是笑不出来的。您都知道了？闹得满宫风雨，想不知道都难。还愣着做什么？现在还在外游荡，
嫌命太长是不是？我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文昭阁在那边。今日在泰安殿如何？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太后在审我之时，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着实奇怪。你不怀疑谁？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却觉得暗死人的心思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可纵观全局，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得知4郡一言的全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绝非是在皇仁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到。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方可从容不迫。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这倒是。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但若要对付我，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只可能是那一个她想保下的人。既然你有了答案，准备如何应对？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他既想害我，若不还以颜色，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好欺负。今日他既然敢让我不爽快，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寝食难安才是。孤勇虽好，但若不能审时度势，便是愚钝。先别着急动手，想清楚再做才是。谢先生指点。对了，方才你站那做什么？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方能脱险，是以追去面线。张遮，你同张遮认识，是何关系？哦，没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欣赏。欣赏？张大人素有亲名，是真正的好官，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我欣赏他，感激他。你喜欢张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燕灵知道吗？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若是燕灵，便扒了你的皮，抽了你这一身反骨。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遮亲礼，暗生倾慕，今日一朝见了钟情，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你倒喜欢他，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你才高攀，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才故意说张遮一句，你就急得跳脚，3言2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足以信任呢？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对谁都不设防？我若是你，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既不宣之于口，也不叫旁人知晓。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暂不会对你怎样。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想对付你，拿捏你，首先从张遮下手。届时你且看看，害人害己4个字，到底怎么写？先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不是说顺道给伴读上课吗？告假了。哦，你去查一查张遮。不就是个刑部小吏吗？有什么可查的呀？属下这就去。跪下。昨夜我见到那宫女，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哀家这才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你好大的胆子，都骗到哀家这儿来了！姑母恕罪，一切都是舒儿的错，还请姑母保重凤体。那个江雪凝，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出身平平，教养粗鄙，牙尖嘴利。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你怎么会对上那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姑母有所不知，江雪凝得公主殿下亲眼不算，还又得临淄王殿下对她心有所属。
舒儿是担心殿下受其蒙骗，才想借由此事将他赶出宫去。介儿，怎么可能呢？舒儿亲眼所见，岂能有假？那你为何后来又替他说话呀？哀家不是教过你吗？斩草要除根。昨夜那张大人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舒儿见此事不成，既怕被顺藤摸瓜查到姑母身上，又怕被临淄王殿下知道，坏了姑母帮助薛家的成算，这才想掩人耳目，以待来日的。起来吧。既然一计不成，是不能打草惊蛇。江雪宁、张遮，还有那个燕家，全都来坏哀家的事儿。来日方长，只要在这宫中，哀家自会有办法。殿下，真的够了，我穿不了这么多。笨蛋宁宁，这不是给你穿的，这是给你做脸面的。昨夜你受了陷害，就说明有人没把我的话放在眼里，还以为你是个没依没靠的呢。来，我说了会在宫里照顾你，那就绝对不能任由人家欺负。这些先给你压压惊。苏少爷，在。你派人去慎刑司盯着，只要那臭丫头招出背后的人，本宫只要第一时间知道。是。殿下如此垂爱，我却无以为报，心中实在有愧。不过这件事背后没那么简单，殿下还是不要牵扯太深为好。殿下待我的好，雪宁心里自然知道，但我如此得您亲眼，难免遭人妒忌。就像圣上和后宫一样，殿下在伴读中也得雨露均沾才行。臭宁宁，就知道推开我，等我去宠幸了旁人，你可别吃醋。那我就只能像那些娘娘们一样，一哭二闹，惹得公主不得安宁。殿下。这手帕好像王兄也有一条，你们俩该不会是……哎，殿下想什么呢？这手帕普通的很，坊间随处可买。也是啊。不过殿下怎么知道临淄王也有一条？就是伴读换座位那一日，我趴书委屈追去解释，碰上了王兄，偶然看到的。这些年也没听说过王兄喜欢哪个姑娘呀。我问他，他又不说。所以薛姑娘也看到那条手帕了？嗯，所以我也没有再多问，怕阿叔心里不痛快。毕竟，我悄悄告诉你啊，母后真有心撮合阿叔和王兄呢。所以昨夜的事就是因此而起，补上了这番因果，更能确定背后之人就是薛叔了。争来斗去，不过就是为了那皇后之位。这一次谁爱做谁做，我不稀罕。昨夜先生相助之事，侯爷已经知道了。今日一醒来，便先请先生到府上一叙，表达谢意。只是不知先生这个时辰过来，怠慢了。侯爷过虑了，昨夜本是谢某巧合路过罢了。对了，昨夜听闻你们去追刺客，何有收获？清风没用，无功而返。刺客狡诈，本就难擒，不必过于自责。侯爷，侯爷，侯爷，您伤势刚缓，怎么出来了？无妨。侯爷，啊，侯爷，您还是快进去吧，要不然世子知道了。燕林孝顺，
先前非要亲自去替我煎药，你去帮帮他，我与谢少时说说话。是。侯爷。哎，侯爷，晚辈不敢当。救命之恩，如何不敢当？当年初见少师之时，便觉得莫名亲近。后来，你成了燕林的先生，对他多有照拂，燕林也对你赞不绝口。我想着，这或许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但少师昨夜愿赌上性命，冒如此大险，又是为何？只因是燕林的先生吗？侯爷，您是大秦古宫国之柱石，本不该被小人暗算。谢某力有所急，理应帮忙。侯爷，这外面风凉，要不先回房休息吧。昨夜生死之间徘徊，不知怎的，梦里仿佛看见了许多往事，想起了这一生的征战，想起燕林早逝的母亲，也想起了长姐，还有定妃那孩子。这株丹桂树是我长姐出嫁前几年种下的，种了快10年时，那孩子也到了最顽皮捣乱的年纪。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搬了张梯子来，干什么呢？还不快下来！娘亲同爹爹又吵架了，7日都没消了。娘亲她最喜欢桂花香，我想摘一些拿给她，让她开心开心。胡扯！我看啊，就是你小子又皮痒了。你娘跟你爹上个月都吵了6次架，上次你偷糖的时候吵了，上次你偷我酒的时候也吵了，还有那次……舅舅，你熟读兵法，我骗谁也不敢骗您啊！你怎么能疑心我呢？行了，男子汉大丈夫，动不动哭鼻子，像什么样？你真想要，我摘给你便是。谢谢舅舅。快下！哎，你干什么？臭小子，让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舅舅，你没事吧？放心，还没死。这一次我就不告诉你娘了。下次如果你再敢，你试一试，我可就来真的了。谢谢舅舅。调皮。定妃世子的事，晚辈有所耳闻。侯爷，节哀。那么小的孩子，连京城都没出过，那个冬天又是那么的冷，也不知道宫里面点没点灯，生没生火，夜里会不会有人替他盖被子？多狠心肠的人才会舍得将他推出去！
哎，侯爷，当年我张杰始终不愿相信那孩子葬身于平南王叛乱中，寒痛人妇，多方找寻，只可惜天下之大，杳无音信。所有人都觉得不过是为人母者不愿相信孩子去了罢。但若是上天有眼，发了慈悲，还叫这孩子活在世间，不知他该长成什么模样。吉人自有天相，既是上苍眷顾，便该叫他历尽劫波，琢磨成器，真相迟早会大白于天下。假如那孩子真的活着，还在世上，为何不早早出来与亲人相认？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好，该是历尽劫波，该是琢磨成器。父亲，谢先生，清风说您跑出来吹风，这怎么行呢？赶紧回屋把药喝了去。这小子，如今都指使起我来了。我那是关心您，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谢先生劝阻，我早就杀去薛家了。谢少师说的不错，薛远不会坐以待毙，该销毁的证据，怕是已经都没了。眼下我们无法指证，还需要步步谨慎。侯爷，现在天气渐凉，还是先回房间把药喝了吧。谢某没事，就先告辞了。谢少师，这株桂树虽已多年没开花，但我相信它还没死。若有一日丹桂重开，我请谢少师来观。好。父亲问谢少师了吗？他为何要这般大救？我总觉得他对我们燕家不一般。这些年，薛家如何卑劣行事，明眼人都看得清。谢少师乃高义之人，不过是以善心而为，你只需要感谢，莫要多想。是。回国公，严母从通州大营带回来的人已经除掉，咱们的人手也将城外的教场转移到了隐秘之处，这私兵之事已经万无一失。哼，万无一失。如果不是本宫反应及时的话，这件事情早都已经捅到太后和圣上那里去了。国公息怒。燕儿，昨夜我让你带着新五卫在城中以搜捕逆党之名阻挠燕家求医，可为何到今日，燕家也没有传出什么消息啊？父亲，那老头子常年行军，哪有那么容易死啊？咱们这一次让他病上一场，吃吃苦头总是好的。你看他们连找圣上告状都不敢，定是怕了他。国公不必太过担心，咱们已抢先将刺杀的事安于逆党头上，便是燕家再要追究，任谁都揪不出咱们的错处。话是如此不错，但是烟幕那老家伙竟是如此就算了吗？想起来总是有些古怪。燕儿，你昨夜在城中
就没有发现什么反常之事吗？反常的倒有一种，昨日入夜后，城中本无人走动，可听新五卫说，却在城西燕家附近的医馆外遇到了谢少师。谢威？先是夷权刑部，接着便是漕运生丝之事，然后又是翰林院的人手，现在连新五卫封城捉拿逆党也有他的掺和。此人到底是何目的，是何居心呢？嗨，父亲，他不过就是个读书人，领的都是些闲差，咱们把人请过来问上一问，不就都清楚了吗？国公，小人以为公子说的在理。谢少师深得圣上信任，可却并无实权，虽有所忌惮，但也不用提防太过。咱们若能想法子结交此人，于国公成事，百利而无一害。说下去。结交拉拢，无非就是投其所好，或者雪中送炭。咱们一来可以留意谢少师的喜好，二来静待时机，等一个他危难之际再出手相助，便自然可将此人收入囊中。时机从来都不是等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圣上如此处信他，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争权。但若是圣上也对他起疑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下课。恭送先生。说起来，好几日都没见到谢少师了。是啊，他怎么连课都不教？这几位新夫子讲的虽好，可毕竟谢少师啊还是差了点。对了，娘娘，谢少师不是让你去文昭阁学琴吗？你可有见过他？我倒是听我父亲说过，这谢少师啊畏寒，每逢冬日都是要闭门不出的，兴许是这个原因。明日你们就要出宫休沐了，又要几天见不到，不如我们去御花园煮茶吃果子，再玩上半日如何？好啊，好啊，好啊！但凭殿下安排。谢卿，你就不知道让朕一局吗？圣上偏爱与臣对弈，不就是因为臣从来不对您虚与委蛇吗？若圣上只是为了赢，大可换个人陪您。你呀，朕听说姚尚书看中了那张遮为婿，还不惜亲自上门提亲。可那张遮倒好，这几日正闹着要退婚呢。姚尚书是连连给刑部找茬啊。姚大人爱女心切，人之常情。多谢圣上，但臣修道，只要是入了东藏世界，便不识铁逆。你说说你，清心寡欲，这整日除了佛经就是道书的，一把年纪了，连家也不成一个，成什么样子呀？臣父母早逝，族中亦是人丁稀薄，既无长辈催促，也就了无此心。可能也是怕有姚大人这类的麻烦吧。真想不到谢卿也学会开玩笑了呀！啊，方姐姐，你给我！公主殿下他们还在那边呢，你们两个别乱跑。见过圣上，先生。见过圣上，先生。还以为是天冷生病，原来有功夫喝茶，却没功夫上课。
暂听舅父说，前几日夜里你想要进宫，还碰上了搜捕逆党的新无畏。是，臣前几日将琴落在了宫中，本想连夜回来取的，结果路上琢磨曲子忘了时间，等天明了才进来。哦，谢卿爱琴如此，果真是个琴痴啊！江姑娘，正宝，你怎么来了？江姑娘，泰安殿里嫁祸你的那个宫女死了，圣上要见你。死了？他们这是想堵住我的口，息事宁人啊！果然是好手段。此事本该是王公公来通知姑娘的，但我担心你不知其中厉害，所以斗胆前来。还请姑娘一定要听我几句。什么意思？自那夜案发之后，太后娘娘频频在圣上面前提起姑娘，言说姑娘言语犯上，不好相遇。可圣上却认为此事本就有愧于姑娘，是以命慎刑司追查至今。那夜生死危局，我为了求生，少不了得罪太后。太后这样对我，也不意外。你放心，我知道此事该如何应对，不会贸然冒犯圣上的。说到那夜，圣上来的突然，是你去请来的吗？多谢。姑娘与我就不必客气了。对了，江姑娘，还有一桩事也要告诉姑娘。近几日，定国公常常来御书房，言语间似有离间谢少师和圣上之意。谢微，薛家竟是注意到他了吗？你起来吧。是。朕本答应要给你一个交代，只是此人畏罪自杀，这案子也只能不了了之。不过慎刑司那边前几日倒是审出了些东西，这个宫女应该是平南王安插在宫中的乱党无疑。乱党？怎么？你有何异议？回圣上话，臣女只是没想到杨芷斋身边竟然会有乱党，还好此人已经死了，不然臣女怕是要寝食难安了。你这是在宫中，区一个乱党，有何可怕的？多亏圣上拨冗为臣女主持公道，不然臣女一介弱女子就要遭了他们的算计，这危及自身不说，沾上乱党还有连累家人，这可多不好。江尚书在前朝也算是为社稷为朝廷鞠躬尽瘁，江二姑娘在此事上也是颇受了一番委屈。这样吧，明日我让王心义亲去一趟内务府，着人为江二姑娘拨下赏赐，算作宽慰。臣女谢圣上恩典。